在那边等我一下，不要淋到雨哦。大家早，老板早。我有事要宣布，今天有新同事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让我们一起携手合作，同心协力，一起迈向更美好的未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老板从来没有这么慎重介绍新同事，哎，真的。难不成就是老板从国外高薪挖角回来的红牌律师？哎，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帮我写合他一定约。可以的。哎呀，等着瞧吧。让我们欢迎新同事。嗨，我是杨果，请大家多指教。喂，你来公司干嘛？你不是叫我找工作吗？找到了吗？很快哦。老板，我妹来到公司，她可以做什么呢？你该不会是要叫她接电话、倒茶水，还是影印文件吧？这些东西平常都是我在做，哎，你没有必要再多换一份薪水，请一个人来啊。Miss Yang，你误会了，他有更重要的工作。好了，上班了。这就是你的工作。都是英文，我看不懂啦。放心，这些是回收纸，你的工作就是在有字的地方打叉叉。打叉叉，打叉叉。公司有一些很重要的机密文件，如果不小心混到回收纸里面，那就麻烦了。公司就卡利亚。来哟。打叉叉。对，打叉叉。老板，干嘛对 Miss 杨的妹这么好啊？谁知道啊？哎呦，至少我都说过，Miss 杨家的女人呐、猴塞雷呀、假的？哎，志豪，哪一天呐、等 Miss 杨的妹妹变成老板娘，你可要多多照顾我们啊！对啊。老板，你也太夸张了吧你居然给我妹这种薪水啊！怎么了？太少了。没关系啊，那不然我再给他多一点，不要生气啊。不是这样，老板，我的薪水不到他的一半，可是我工作量是他的数十倍，你怎么搞的啊？他之前做保姆的时候，薪水比你高啊，怎么你都没有意见啊？不是，你搞清楚，那是两码子事，好不好？之前那份工作是要人命的，只有他做得来。可是你知道，现在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职场上工作，他的薪水我都不服气了。你要其他的员工怎么样心服口服？你不说我不说就好啦。不是，这不是你不说我不说的问题。可以啦。哎，我那个郭董的那个事情，哎，怎么啦？我差不多找完，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吗？这么快啊？简单的。这么厉害？啊，好，好，你帮丽姐分担一点工作啊，你去帮大家倒茶水好了。不，倒水好了。不要叫大家倒水给你好了。不是，好，我去倒水给大家喝。辛苦了，以后我们来就喊，以后我们来就好了。小心啊，小心，会不会凉水？你要小心啊。哇，这边装潢好特别哦，而且这个菜单上面的菜啊，看起来都很好吃哎。我告诉你哦，这边的东西超好吃，我已经常来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哇，要不是那时候你是别人，什么？
怎么啦？没有。先生，这是您今天点的餐点，请你做确认一下，谢谢。讨厌。哎，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觉得我们的分量有点少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女朋友比较会吃啊，你每个餐点都给我大概2到3人份好不好？啊不，4人份。不用啦，3人份就够了。然后3个人就好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哦。干嘛？你很夸张哎，要点到4人份。还有你干嘛这样说啊？很丢脸哎。哎呦，哎，你不知道，我想要大大方方介绍我有女朋友已经很久了。连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想要这样做，都很难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啊，他们叫你老板娘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爽吗？对了，关于这件事，怎么了？快说哦。不要谢我了。你想那个啊，亲个就好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在你那边工作会比较好哎。啊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人会欺负你啊？哦，没有人欺负我啦，只是我想要靠我自己的劳力换取适当的薪水啊。你是啊，你在我那边打圈圈叉叉也是靠劳力啊，还是你觉得薪水太少？好啦，你不要硬凹啊！你明明知道我在事务所里面一点忙都帮不上，还有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空降部队，硬要赖着你。谁会这样觉得啊？而且那种感觉很不好哎。好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介绍你去我朋友那边上班。我就是不想靠关心嘛。你很烦哎。哎呦，不然这样啦，等我以后找到工作的时候啊，我还是会一天到晚传简讯给你啊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常常打电话啊，还有周休2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啊，我们可以开车到宜兰去冲浪，去住民宿，怎么样？很棒吧？哎呦，拜托啊，你人那么好。好了，跳好了。还有30分钟才开始进场，不如我们找个咖啡厅去喝咖啡好不好？不行啦，我们买的是套票哎，如果我们现在去喝咖啡的话，那等一下进去送的可乐不就喝不下了？哦，说的也是。那我们在这边等好了。你平常工作很累哦。不会啦，这就是一些很简单的算账啊、行政的工作。因为我觉得你们当律师比较累吧？累？不会啊，我本来对法律就很有兴趣，兴趣跟工作可以连在一起，不是最好不过的事吗？我很少有听到人家讲说，背法律条文是很枯燥哎，你怎么会感兴趣呢？你误会了，学法律绝对不是背条文而已，它是以逻辑为基础的社会科学，条文只是它立法精神的具体表现。哦，好。还有啊，如果你了解它的含义，你就会发现它比好莱坞的电影更加精彩，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比科学沉重更伟大的发明，远在数千年前的罗马帝国。哎呦，拜托，我现在是在电影院里面加班吗？古代老人就是这样可怜，人家吃大餐去，我在家吃泡面。哇，这是谁来找啊？谁呀？来了。哎，齐太太。杨先生，请问杨果在吗？
不，你进来。哎，起！哎呦，家里乱得很，就我一个人在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坐，你坐啊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东西太多了，真是。哎，你坐，我给你倒杯水去啊。好，你先坐，坐。来，喝杯水啊。谢谢。果果不在啊，你早上有事啊？柯中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过我了，而且他一再表明说杨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，让我死了这条心。可是你知道，我这当妈的就是不舍得呀。所以，我今天亲自来到你们家里，希望你们给我面子，原谅我儿子好吗？齐太太，现在不是原不原谅的问题啊。我女儿要是还爱着你儿子，就算我不原谅，他们还是会在一起啊，对吗？难道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看样子大概是这样吧。要不然那天怎么会演出那场抢人大战呢？真是太可惜了，多好的女孩啊，跟我们齐家没缘。你要走了？啊，对，我先走了啊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不是我送你。我们家这不好叫车，我送你到街口去啊。不用了，不要客气了，我自己走吧，不用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？真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一个人吃饭了。哎呀，一碗泡面嘛，我一个人随便吃。一个人才不能随便呢，这一个人呐，最怕寂寞。我是说我的心情，我这个人呐，就怕一个人吃饭。可是生活中呢，我呀，老是一个人。你要不嫌弃，你就留下来，我炒个小菜，我们一块儿吃。不，怎么好意思呢？不用了，不用客气。哎呦，这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上回你那么破费，我不过是炒个菜啊。哎，我不是吹牛，我手艺可好了，不但我两个女儿爱吃啊，像偷吃的老鼠从我们家一直排到巷子口去了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哎，不麻烦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很快啊，我们边吃边聊啊。你工作经验很丰富嘛？我喜欢尝试不同的挑战，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都会全力以赴的。年轻人有冲劲很好。不过我们这里经常很多国外客人来光临，所以店员都需要具备基本的英文绘画能力。不知道这方面你可以胜任吗？英文，Yeah I know， I love you， Yes I know， 这样 OK 吗？这样我就很抱歉喽。哦，没有关系啦，谢谢。哇，这条领带向大哥戴起来一定很好看。等我找到新的工作，再过来买给他吧。这是我们新一季的款式哦。要送男朋友还是？哦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很好看啦。谢谢。哎呦，梁果啊，你真的很糗哎！干嘛跟向大哥保证说你一定要找到工作，你一定要靠自己的？现在完蛋了吧？试了10几家，没有一家肯用你的，真的是糗大！哎，这迫不经济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？老天爷！叶玲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，我朋友的朋友的好朋友告诉我一个超棒的打工机会，
我一听就觉得超级适合你的。真的假的？是做什么的？是在家餐厅当端盘子的小妹，一天只要工作4个小时，而且5、6日都休假。重点是年终3个月哦，你说是不是超棒的？棒的有点离谱了吧？薪水很少哦。不少，1个月有3万5哦。3万5？我在你那边做了半年，1个月也才2万7而已，拜托。哎呦，就是因为这工作太棒了，我才告诉你的啊。那么棒，你怎么不去做？我在现在这家餐厅已经做出感情了嘛，反正不管啦，你一定要去。今天下午3点。等一下，最后一个名额喽，赶快抄下地址。笔。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啦。谢什么？我们是好姐妹耶。那就先这样喽，拜拜。怎么样？他们怀呀？这样说 OK 吧？还不错。放心啦，我最好骗了，而且是我说的话，他一定会相信的。只有我了解，这幸福看着，没别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。赖着你，就像蛋糕的小孩，只想对你傻傻依赖。搞錯啊！老板爷呀，為什麼還沒有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答應我說會來的。你會先打電話給他。好了好了。好了，那你先慢慢打，我去忙。謝啦謝啦。謝謝你哦。不好意思，我接個電話。也太巧了吧！我正好要打電話跟你說，我找到一個超棒的工作哎。什麼？我怎麼沒看到你？啊？什麼？不，我是說，你說什麼？找到超棒的工作？那誰幫你介紹的？剛剛葉玲是有介紹我一份工作啦，可是我覺得那個條件好到有點離譜哎，我在想會不會是詐騙集團？詐騙集團？要騙也不會騙你這麼……不會啦，葉玲怎麼會騙你呢？我當然知道他不會騙我啊，可是我自己也找到一個很棒的工作啊，反正你來看就知道啦。我跟你講，地址在那個南京東路这边。老板 ，Kevin 说这个是吴先生开出来的和解条件，要请你看一下。你该不会对这种店上瘾了吧？我听果果说啊，你已经是他们家的 VIP 了呢。好啦，其实坦白讲啊，我本来以为我妹跟你在一起会很辛苦的，可是呢，看起来正好相反哦。你有病啊！对不起。那个今天晚上你想要吃什么？今天晚上我要回家做垃圾分类，因为还蛮多的，所以不好意思哦。没关系。那明天呢？明天我要跟我的小学同学聚餐啊。我忘了跟你讲哦，抱歉。那我还有事情要忙，那你也先去做你的事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个朋友在外面，我去一下。不好意思。什么事情啊？对不起，在你上班的时候打扰你了。
可是我只能拜托你了。到底什么事啊？上次我不是请教你怎么让你姐喜欢我吗？你不是叫我要投其所好？对啊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姐喜欢什么。我们约会了几次，好像都只有我在讲话。我感觉到你姐对我讲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最近啊，她好像都在躲我，就连今天我说要送她回家，她都说不用了。杨果，你教教我吧，到底怎么投其所好？我只知道我姐她对室内设计很有兴趣啦，可是那方面的东西我也不太懂啊，我怎么教你啊？啊，这样好了，我请齐大哥帮你恶补一下。齐大哥？对啊。好，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他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了帮志豪，你要去跟你的前男友碰面喽？啊，哎呦，干嘛这样说啊？就齐大哥啊，你也可以说他是你的好朋友齐可忠啊，要不然你就说他是室内设计师齐先生啊，干嘛一定要说？身份这种东西是相对的，对社会大众来说，他就是一个室内设计师齐先生；对我来说，他是我的好朋友齐可忠；对你来说，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前男友。如果我有说错的话，你可以提出反证啊！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1、2、3，不说话就带来默认。哦，姐说一点都没有错哎，跟律师谈恋爱好像随时随地都在打官司一样。好，我承认好不好？我的前男友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哼，虽然不是很满意啦，不过看在你刚刚说跟律师谈恋爱，朕今天就放你一马。哦，那朕先说好哦，这次你不可以微服出巡再跟踪我喽，听到没有？放心了，哼，你又不是跟他假扮情侣，我干嘛跟踪啊？有什么好跟踪的？才没那个空呢。好了，去帮朕泡茶。是朕。快点啊！到底藏哪里去了？我记得我明明就放在附近啊，该不会又被他藏起来了吧？说到唱功啊，还是我们那个年头啊比较讲究啊。你看现在什么天王天后啊，他们唱什么东西我完全听不懂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也有同感？那哎，齐太太。过2天有一场的老歌演唱会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啊？有空的话，我可以陪你一块去听一听。有是吧？那好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们2个可以先去吃一顿晚饭啊。那附近有一个很好的餐厅，我知道。啊！你有没有看到姐那本原文书啊？那就我们就先这样说定好不好？啊，那再见。什么原文书？我怎么会看得到原文书嘛？我没有看到就没有看到啊，那么凶干嘛？啊，你是在跟谁讲电话啊？哎，我朋友啊，你们可以交朋友，我不能交朋友。这什么？那你交就交啊，这么凶干嘛啊？姐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我要问你事情。是不是那个梁志豪打电话来找我？完蛋了！我今天跟他讲说我要早点回家。你该不会跟他讲说我还没回来吧？对，你在躲他哦。我哪有在躲他啊？我只是不习惯一直这样子被紧迫盯人嘛。哎呦，他盯你表示他在乎你呀，这种感觉很珍贵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呀。我最怀念就是这种感觉了。我想当年我还是去洗个澡好了啊。送郎送到那小村外，有菊花儿摇摇。哎，不
觉得爸最近怪怪的吗？春天来了吧？哎，你刚刚什么事情要问我啊？哦，对啦，那个你爱的要死那本原文书你放哪边啊？什么我爱的要死？哪有爱的要死啊？早就不爱了，我把它丢了。丢了？你丢了？你是这样？你是不爱那本书了，还是你不爱室内设计了啊？你干嘛那么激动啊？你要那本书到底要干嘛？那个啊，我不是在那个女仆店上班吗？然后他们最近要装修，我就记得我翻过那本书，里面有一些风格还蛮适合的啊，所以想说哪里适合啊？你们是女仆店哎！哎呀，哪里不适合啊？奇怪，人家才刚上班，给我一点表现的机会嘛。啊，你真的丢了？怪怪的，不讲话就跑走了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室内设计是我从小的梦想，要割舍没有那么容易。你要就拿去吧，不用还我了。就吃个饭嘛，有什么好担心？又不怎么样。好的啦，不，哭讲不听。女人在家就有啦，好不好？那你们怎么还不去吃饭啊？一堆人在这边干嘛 ？Kevin 呐，我们在安慰 Kevin 啊，他被他女朋友甩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之前不是还听你讲你快要跟他结婚了吗？老板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，老板。拜托，发生这种事的几率本来就很大啊，只有你自己傻傻的不知道而已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他女朋友说他有事必须跟前男友保持联络，这傻子居然答应了耶！吓知道，天哪，好不好？就因为经常保持联络，就联络出感情喽。啊，还联络到床上去了，相信他，相信他干嘛 Kevin， 亏你自己还是个律师，你怎么会白痴到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纯友谊啊？来，我跟你说，尤其是那种前男友与前女友之间的关系，那真的不能掉以轻心的。没办法，没救了。这样，哎，老板，有什么事啊？跟我到办公室。只有我留着这幸福看着，没别值得支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甜蜜告白别见外。齐大哥，真是不好意思哦，为了治好事情要麻烦你跑这一趟。不好意思，真的，拜托你了。没事没事，只要雨萍不误会，我无所谓啊。啊，他那边我跟他讲过了啦，他不会误会的，而且他也跟我保证不会再像上次那样子偷偷跟踪我们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去接个电话。哦，好，你慢慢来。你最近好吗？哦，很好啊，只不过像阿哥他一天到晚都干涉我工作上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偶尔会小小吵架一下啦。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吵架是一种幸福，也很值得被珍惜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好了。我想我们赶快进主题吧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但是我怕我听不懂其他哥说什么，所以我站坐其他哥旁边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可以啊。来，你听过来吧。那我们就赶快切入主题吧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志豪跟
姐嘛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然后他每次跟我姐出去都没有什么话好聊，那他想要投其所好。我姐从小到大就是喜欢室内设计啊，所以特地邀其他哥来帮他恶补一下，这样让他们出去聊天的时候多一些话题。哦，谢谢你了。加油。可是你姐的程度不浅哎，要在这么短时间内要达到可以跟她聊的地步，恐怕不太容易。哦，这个你放心啦，我特地带来这本书，就是他平常最喜欢的什么风格吧，还是什么的。你看，你稍微看一下，然后帮他恶补一下，这样子。这本书，对，这个书很厉害哦。我姐从小到大把它当宝哦，然后她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枕头后面一起睡觉，哎，而且你看啊，这上面都有一些 memo 啊，她都会做一些记录。她真的很喜欢室内设计，哎，吼。怎么样？这本书是我的。你的？是你的？我当年遗失找了很久，都找不到。你姐是哪里捡到的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有记忆以来，他就开始翻这本书啦，从小到大都这样。哎，志豪，也太巧了吧！哎，老板娘也在啊？嗨，老板。老板。哎，小小，老板娘，老板娘。向雨萍。哎，怎么那么巧啊？我刚好跟我同事那边聚餐呢。啊？还好吗？哎，你怎么会在这边啊？左伟也就在这边啊，那么巧啊？最近怎么样？需要帮忙让我知道啊。好，我知道。梁志豪。有。哦，慢。哦，不是我。哎呀，开心，好久不见。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是有多久没见了？哎，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是因为诺曼跟他女朋友分手嘛，所以我们才会选在那边帮他加油打气。为什么还要生气啊？为什么不要生气啊？你堂堂一个大律师，说话不算话，说好不跟踪，你还要跟踪？哎，跟踪的意思是我跟在你们后面偷偷摸摸看你们想干什么。问题是我先到，你们随后来到，这怎么能算跟踪呢？而且你这样指控我不能够接受。好，算你这个律师会说话好了，我不跟你说总可以了吧？哎，干嘛啦？别这样嘛！我会这样，也是因为会担心嘛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你意志不坚哦。哦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不是不相信啦，哦，是因为看太多奇奇怪怪的分手的理由嘛。就拿 Norman 来说好了，他为什么跟他女朋友分手，就是因为他女朋友跟前任男朋友太常保持联络，所以嘞？所以啊，我们都觉得是 Norman 他女朋友有错啊，因为他太常跟前男友联络了，更别说他根本没有在乎 Norman 的感觉。哦，我没有吗？我没有在乎你的感受吗？我还问你说可不可以跟他见面呢？我知道啊，可是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可以说不吗？所以我在想说，为了以后我们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是不是？你跟那个先生见面前，都让我来安排，跟我会在旁边。哎，什么那个先生？那个先生是你的朋友齐可忠先生哎。向雨萍，我也是个人，我是个正常的人，我没有给你戴上电子脚镣哎，就算我有，我也有交朋友的权利跟自由吧。
我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，你就不会提出那么多无理的要求了。我真的受够了，从我们交往开始到现在，你就像一个训导主任一样，管东管西的。现在就连我交个朋友、跟朋友见个面，你也要管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我以后如果呼吸一口要换几口气，是不是你也要管啊？因为跟我在一起让我那么不舒服啊。没错，而且我要发疯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以后我会当一个成熟懂事的男人。对不起啊。你说的没有错，跟这种大到又不讲理人在一起，不会被他气死，会被他累死。这些年你到底是怎么熬过来？你真的是辛苦了，儿子。哎呀，原来是吵架啦！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嘞，大呼小叫的。这他真的很夸张哎！他被我当场抓包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大言不惭的要求我说，如果以后敢跟齐可忠见面，就一定要经过他同意。他什么东西嘛？切！你跟齐可忠见面？哎呀，就找他有事情呗。你不会找别人呐？你没有人可以找啦。难怪我们老板会生气。你懂不懂得避嫌呐你？我看你这个态度一定有问题。说，到底什么事情？哎呦，好热哦，我先去洗澡啦。再不说实话的话，我就要打电话问老板，而且逼你跟他道歉哦。哦，哎呦，好啦，我说就是了嘛。就那个梁志豪妹，他就说你都跟他没有话聊啊，他就很苦恼，就跑来问我，所以我就想到叶玲讲的投其所好啊，然后我就拜托齐大哥帮他恶补一下嘛。怪不得你昨天晚上跟我要那本书啊，原来是这件事情啊！这个死梁志豪。不要啊，千万不要想起来啊，贼！他那本书呢？你该不会也带去了吧？东西呢？我带去以后，齐大哥就说他很多年前掉的，就把它拿回去了啊。什么？对，我已经想了一个晚上了，上面是什么都没写。对，不用怕。死了！难道我真的写了什么吗？齐大哥，坐。对不起哦，这本书我……看来你很珍惜它，这里破损的地方，你也贴得很用心。因为我总觉得啊，有一天我一定会再遇见它的主人。哎，你真的不记得这本书是在哪里掉的吗？我只记得是很久以前，其他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下着雨，我在森林里面救了一个小女孩，我还将这本书借给她遮雨。不会吧？你就是那小女孩？我也觉得很压抑啊，怎么会这么有缘分？还给你，我没有珍惜过她，所以她不属于我。我觉得，不管是感情还是东西，都应该是这样的道理。杨总，我待会有事，我先走了。
有我了解，这幸福看着，没别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。赖着你，就像难搞的小孩，只想对你傻傻依赖。哎呦，真的不打来哦？怎么搞的啊？不行，你要盯住。不行，打过去你就输了。我真的受够了，从我们交往开始到现在，你就像一个训导主任一样，管东管西的。现在就连我交个朋友、跟朋友见个面，你也要管。那我问你，我以后如果呼吸一口要换几口气，是不是你也要管啊？那些话好像真的呛了点哦。还是我打回去好了。那万一他还在生气怎么办？要不要跟他道歉啊？你就不会先打电话跟我道歉哦？啊？打来道歉会怎么样？就一定要人家让你吗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大律师哎。可是我干嘛道歉啊？我又没有错，是他自己说话不算话的，莫名其妙。不管啦，你要先打来。让我一下会怎么样？我就是。喂，啊，我没有生气，我早就。是我，好久不见。慧凡啊，哎，我听可中说你已经跟杨果在一起了。杨果是个好女孩，我真心的祝福你们。怎么了？得偿夙愿，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。你怎么突然叹那么大口气啊？有没有什么想法要跟我好好聊一聊呢？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的话。说了你不可以笑我。当然不会，你说吧。2天前，杨果跟我说他要跟柯松见面，我因为有点担心，所以我跟过去看了一下，结果我们2个就闹得有点不太愉快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以前在一起，我不会这样的，我只是太爱他了。或许吧。我以前都不知道喜欢上一个人是这么辛苦的事情，想对他好，我怕他太难过。我现在连吃个醋我都要这样子，偷偷摸摸的。真的越来越不像以前的我。嗨，慧凡姐。杨果，听见你叫我慧凡姐，真的好开心哦，证明你已经原谅我了。哎呦，都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嘛。而且你还把我当朋友，我才比你开心吧。快，先进来坐。哇，这边很舒服哎。对啊，来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帮你倒杯咖啡。这边 view 很好哦。来，咖啡。谢谢。
好久不见了。对了，昨天我有跟雨萍见面呢。啊？你们碰过面了？她的态度跟你一样，不但不生我的气，而且还跟我聊了1个晚上呢。一整夜？哦，你们真的聊哈？当然啦，毕竟是7年的感情，只要有心的话，就一定聊不完的。记得我们是从进大学开始聊，一直聊到我进演艺圈。哎，当初还是他鼓励我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的。就这样，在愉悦的气氛下，从前那些一点一滴的时光，都全部回到我们的心中了。杨果，你的糖。我很喜欢吃糖的，越甜越好，最好甜的跟巧克力一样甜。真的很甜哦。你是不是很介意我跟雨萍的亲近？啊？其实这样就好了，也只有这样，你才能体会雨萍的心境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在交往了。昨天我打电话给他，是为了恭喜你们的，只是我听出了他的苦恼，就随便跟他聊了几句，没有碰面的。坦白的说，我知道了你们争吵的原因之后，我也觉得雨萍不对，她太霸道，而且不讲道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她是因为爱你，在乎你啊。可是这个理由很烂哎。我知道很烂，不过你要明白，对于一个从来都没有主动付出过感情的人，你必须给他时间，让他慢慢去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，怎么去珍惜一个人，懂吗？先生需要为你服务吗？我想找一个女生会喜欢的戒指。可以跟我说她是什么样的女生吗？这样我比较能够容易找到她会喜欢的款式。她是一个很天真、很知足、很单纯的女孩。有时候她只要吃到她喜欢吃的甜食，她一整天都可以开心的不得了。所以让人会看到她，却无法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。如果我的男朋友能够像你一样这样说我的话，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子了。我觉得幸福的应该是我吧。这个戒指的款式很适合你的女朋友，虽然它的价格不是最昂贵的，但是它的精致深深吸引了女孩子。好，那就这个吧，谢谢。对于一个在感情上从没有付出过的人，是不是应该要给他点时间，让他学会去爱一个人呢？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美得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。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对于一个在感情上从没有付出过的人，是不是应该要给他点时间，让他学会去爱一个人呢？
哎，先说好，是慧凡叫我来的哦。知道啦，慧凡姐有跟我说，你们聊了很久，也没有很久啦，还好。你们又聊了些什么啊？你还能聊什么？当然是不停的数落你这个人，专制霸道、不讲理、坏脾气、讨人厌。而且我们两个一致认为你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男朋友。哼，他跟你说这些？对啊。他明明说今天是要来帮我。他说的话，你真的不要相信啦。不要相信哦。可是他还说别的。他说你虽然专制霸道、不讲理、讨人厌、小气又坏脾气，那是因为你太爱我了。所以他希望我多给你一点时间，让你慢慢学会去爱一个人。这个也不要相信吗？还蛮中肯的。所以当然要相信啊。哦 ，OK。坦白说，我身为一个律师，还这么不讲理，我有时候真的还蛮气我自己的。不用气啦，慢慢来啊，反正我们时间还那么长，你一定会慢慢改变的啊！不，我觉得我们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不然你要怎么样嘛？对不起啊，我知道错了。再跟我求婚了。好。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，不够好，嫁给我吧。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多缺点的人，你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男朋友，可是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，恨不得把你拴在我身边，你每天都只可以看我一个。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勇气怎么出现？时间不是问当我题，终于住进你的心里，分享同一个世界，身后错过痛苦漫长情节，都变甜美。没办法，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没别值得去付出一切。谁教你的？一鸣啊，一鸣说这样叫女生会开心的。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，好的值得你为我改变。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，一天一天。我过来就是想说，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哦，不管在哪里，我都一定会来的。我一定会。一片片落叶为开出个花园，手牵手爱过这。太好了，你们要结婚了啊！哎呦，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快啦。越快越好。好啊，就冲你这一句话，我这个做老爸的答应你啊！不是你哎呦，人家不想那么早结婚嘛，而且我还那么年轻，很多事情要安排一下会比较好吧？哎呦，这个是好日子，这看起来小韩哎，小韩，跟小韩没关系。不够气哦！这边姐姐，哎呦，好日子，你们不要那么急啊！好，别吵了，要吵，关你的事。我们在讨论大事。对。爸，我回来喽！姐，你干嘛啊？哎，老板你怎么也在啊？那么巧啊！哎呀，你回来的正好啊！你妹妹下个月跟雨萍结婚了，赶快恭喜他们呐！什么？这么快？对啊，很快吧？
而且依照他们的进度啊，我下个月应该要生了，而且是男生哎。哎呦，好痛啊！哎呦，你看看他，哎，朵朵，哎，你跟志豪是不是也要给老爸一个好消息啊？啊？我知道你们需要时间。哎，爸，你们需要时间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最好你们4个人选一天就好了吧？啊，所以适合你们4个人的，你看看。4个人？哎，对呀，那在家里。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啊？怎么了？我知道我们刚刚开始交往，你还没有喜欢上我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在努力了。我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很有趣、能够让你快乐的人。你看。生计，到处奔波着。即使我对于数字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可是我还是要逼我自己成为一名会计。那天我们2个去看电影的时候，我听到你聊到法律。我知道啊，你觉得很无趣。但是你的眼睛整个在闪闪发光哎，那种热情，我看了好感动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回家我就在想。像我妹啊，还有老板，还有你们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过，只有我好像只是远远的在外面看，我连一步都没有踏进去过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啊，我希望可以为我的家人盖一栋很大的房子，里面的每一个装潢摆设，每一道墙壁的颜色。每一个小细节都是我自己设计的。我们可以一起实现这个梦想啊！对不起，我只想要靠我自己。志豪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当朋友就好了。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在我妹还有我们的身上都印证过这个道理，不是吗？对不起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你真的那么喜欢齐可中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可是我发现。没有喜欢我，但是如果我都不去试的话，我觉得我会遗憾。就好像如果我都不出门买块砖头，我怎么开始盖房子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了吗？其他的对我来说不太起眼，只有加油！喜欢打开电视机看你表演，你的声音陪着我每分每一天。李湘，请你记住，除非我找到一个比你好的女生，不然我一直等你的。你看过来。被我崇拜，你的眼神跌倒而爱上我，穿你爱穿的白衬衫，
一样的牛奶，一样的不加糖，为什么就是不能泡出那么好喝的味道？问题出在水。煮拿铁的时候，水要少放一点，这样子味道才会更香浓哦。这是我教我妹的。你怎么？我辞职了，因为我想成为一位室内设计师，所以请你收留我。其实比我好的设计师还有很多，我可以帮你介绍啊。齐先生，拒绝我你会后悔的哦。我有天分，有冲劲，从管账到应付客户，我样样都行，甚至是洗马桶、泡咖啡这种小事也难不倒我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是一个不会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上的人，所以即使我很喜欢你，我也可以给你保证，不会给你带来困扰。请雇佣我吧，就算不给我薪水，也给我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。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以为保持沉默有办法？我告诉你，没有用啊！棍子。我们老师说不能用棍子打小孩哦，那是暴力哦，我可以打113哦，哼。打113哦，你打119都没有用啊！父母对未成年的小孩有惩戒权，我用手打你不算构成家暴，你听到吗？这招对我没有用了。妈妈，妈妈。哎呦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就不能让我跟岳飞、玉婷好好讲个电话吗？是爸爸啦。是他在场面上乱画哎。爸爸说什么事都要证据，爸爸也有证据。你在乱讲话，我把你送到警察局去。好，你们两个自己想办法解决吧。都你。都是你啊！你啦！我小外甥那怎么没来救我？爸，哎呦，你又买这些有没有东西，把宠坏了啦！哎呀，什么叫宠坏了？真是的！哎，他人呢？他正在跟他爸学习什么叫做律师，不过呢，上官司他打输了呢。跟我谈法律，你还早了。家暴！家怎么报？看前面。哎，太不像话了吧！搞什么东西？哎呦，难得来一趟，你就教训小孩你？可怜了啊！今天是你生日，寿星不用罚啊！来，不用再罚了，不用罚了，外公抱抱。哎呦，行进，人来就好啊，干嘛还带礼物？真是不好意思。会的，这是我带给公司同事送的礼物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哎，志豪，怎么来了？肚子变好大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们？哎呦，快来了！哎呀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！乖呀，说谢谢。谢谢。哇，越来越帅了。小帅哥，帅啊，像我跟看谁生的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交给果果布置一定超没 sense。你看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干嘛这样讲啊？奇怪，这很难贴。哎，那个我们大家可以贴点心啊，然后我们1点开始我们的新生派对。你追不到我的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跑来跑去，危险啦！有那小孩子啥都没有变。耶，阿姐，你没有怀孕，你奶长得比我还要凶啊！啊！哎呦，你怎么长劲啊？哎呦，你讲我都6年了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样奶啊？你们两个这样每天大眼瞪小眼，你都没有进展吗？但是那种。你不要太忙，加油，幸福是要自己争取的。
去没空。喂，你好。靠近我电磁波很多啦，走开。哦，没问题。那个瓷砖的颜色今天会帮你做确认。好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要建议你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走廊加一扇门的话，我是不建议这样，因为呢可能会破坏整体设计的感觉。好，那就明天下午4点半工地见喽。好，拜拜。好久不见，嗨，给你。谢谢。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哪有，就老样子啊。不会，以前是讲漂亮，现在多一样东西，自信。看来志豪对 Miss 杨好像无法忘怀哦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看他们会不会你很无聊哎，干嘛？不舒服啊？看他们聊得这么热络，很危险哎，再这样放着不管。所以我帮你啊，我有经验啊。大律师啊，已经1点了，你到底要帮你儿子过生日啊？各位，在这边我要先跟大家说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5岁的生日派对。哇，好棒，5岁好快哦！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儿子长得可爱，然后看起来活泼又聪明，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可爱的老婆。亲一下。